你意外穿越到高考作文现场，以一篇《滕王阁序》提前交卷，阅卷当日却惊动整个教育局。看到你笔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阅卷老师膝盖一软，直呼天纵奇才，当读道：“关山难越，水北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阅卷组长老泪纵横，直言华国文坛要变天了。放榜当日，清北2大名校为了争夺你打得不可开交，一切只因你穿越到了一个文化断层的平行世界。这里没有文人墨客能写出传唱天下的文章诗词，文化底蕴尽无捉迹，民族自卑感激起云雨。原主本是一个家庭贫困的高3考生，却因被女同学哄着借了10万块钱，榨干嫁之后被发好人卡，绝望之际，不请老白干送自己上路。当你这个985毕业的程序员接管了身体，一睁眼就坐在高考考场，眼看考试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卷面却还近乎空白。不过下一秒你就咧着嘴笑出来，因为陪伴你度过整个程序员生涯的度娘也伴随着你来到了这个世界。打开搜索栏，输入题目生成答案，接下来你就像开挂一样，没一会卷面就写得密密麻麻。接着你看向作文题，华夏的亭台楼阁见证了华夏的璀璨历史，请以亭台楼阁为背景写一篇文章，不少于800字。亭台楼阁，说到楼阁，我倒是想到了一篇文章。如果是那篇千古第一篇文的话，写出来不知道会怎样。就在你傻笑之时，监考老师突然敲了一下你的桌子。这位同学，请注意考试时间。你立马调整表情，一本正经的执笔开始写作。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雪白的卷面仿佛也因为承载了《滕王阁序》而熠熠生辉。写着写着，你觉得有点不对，其中有一句：“我3尺微命，一介书生。”这句直接抄过来肯定是不行的。于是改成了答5尺微命，一介书生。因为你这具身体的名字叫刘不达。洋洋洒洒700余字，20分钟挥洒而就，总计用时30分钟，刚好到了高考规定可以提前交卷的时间。在监考老师和一众同学的见证之下，你潇洒的离开考场。监考老师看着你的背影，叹了口气：“这孩子算是完了。”第一个冲出考场的你拒绝了电视台的采访，自顾自地回到了宿舍。宿舍内，你一边读取着原主的记忆，一边回想着刚刚手机里收到的转账消息和你妈给你发的语音，一股难言之隐如鲠在喉。妈昨天去传菜赚了50，你先用着，别委屈了自己，你要好好学习。妈老了，没用了。你心底仿佛被压上了一块100斤重的巨石，记忆里的母亲为了这个家吃了一辈子的苦，最后还要为你所造的孽还债。你如今全身上下1分钱也没有，纠结许久，你还是用颤抖的手点击了接收转账。妈，你放心吧，以后我一定千倍万倍的还这份养育之恩。脑海中仔细回忆着这个世界，全国高考状元光各种奖金会有10来万，原主欠下的10万元债款，只要拿一个高考状元，一切的问题都将解决。妈，我一定会考上好大学，让你享一辈子福。你回完信息，重重的呼了口气，随后打开朋友圈，编辑了一段文字：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侍卫马，你们的皇帝回来了。然后点击发送。第二天一早，你闲庭信步地往考场走去，突然一个刻印在记忆中的人影出现在了你前方。夏林烟此时站在你前方不远处，长发轻柔地披在肩上，脸上含着浅笑，与你的记忆完全重合。唯一不同的是，之前他旁边那个属于你的位置，如今却换成了另一个人。那个人你也认识，高3年级第一的郭炳川。他一看到你就皱起眉头问道：“刘不达，林烟已经拒绝你那么多次了，你没必要一直纠缠不休。何况今天是高考，你难道还想破坏林烟的心态吗？”夏林烟一脸欲言又止，但也开口道：“小达，感情的事不能勉强。听说你昨天提前交卷，高考还是很重要的，希望你能想通。”你昨天提前交卷，又发了那样的朋友圈，这些人背地里不知道怎么笑你呢。你心里骂了一句：“原主年纪还是小，被夏林烟这种茶艺高手吃得死死的，不同意不拒绝，就在那吊着。平日里看着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可每当水果出新手机，化妆品出新品牌，便又换了一副面孔，活生生把原主掏空。”没人在乎，在这之前，你一周才70块钱的生活费，包括夏林烟，你看也不看他们一眼，自言自语道：“今天怎么这么多苍蝇？嗡嗡嗡的，真烦人。”你无视夏林烟，让他脸色瞬间变得难看。随后你便旁若无人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因为有外挂的存在，接下来的考试你也如鱼得水。回到家后，你开始用度娘搜索高考成绩何时出？高考状元奖励多少钱？搜索结果表示，高考状元的奖励超过20万，而且完全不用缴税。这么看来，还完欠款还有的剩。那老妈就再也不用去传50块一天的菜了，也该让她好好在家享享清福，顺便还能再帮帮2个伏地魔姐姐。当你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的想象中，却不知道一场暴风雨正在等着你。房间外，你的债主已经找到家里，你妈为了帮你还债，到处借钱，亲戚已经都知道了这回事。你的大姐更是因为经常偷偷拿钱回娘家，和姐夫天天吵架。你来到屋外，看着眼前这一幕，咬着牙暗暗想着：夏林烟，等我过了这一关，非把你脑瓜子打崩了。你的母亲在一旁悄悄地抹眼泪，每一下都仿佛打在你的心上。你堂哥刘强看着你的惨状，却略带一丝得意地说道：
老弟，哥早说过学习不是出路，你非不信。等你熬过这阵，哥带你去学修车，到时咱哥俩开个店当老板，那多体面，挣的钱根本花不完。你听着他的话无力吐槽，你爸此时忽然一记耳光打过来，喘着粗气质问道：说钱拿去干嘛了？你心里一阵苦涩，穿越过来，钱不是你花的，手不是你牵的，挨打的却是你。面对这一切，你只能无奈地说道：追女人花了。你爸一听，气得又要加法伺候你，这一天注定要在痛苦中度过，而你却是有苦说不出，只能默默等待放榜的日子。与此同时，高考阅卷组一个女老师正批阅着卷子。唉，这些作文不是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就是失去光明的海伦凯勒，真是千篇一律，毫无新意。忽然，他眼前一亮，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竟然是文言文，有点意思。他顿时来了兴趣，接着往下看，很快他嘴角的笑容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凝重。前文对仗工整，用典贴切，短短数语却将滕王阁的地势雄伟与人杰地灵展现得淋漓尽致。当他看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激动的忍不住站起来，嘴里连连喊道：天纵奇才，天纵奇才！短短2句，却仿佛一幅画卷展现在他眼前，此等意境又岂是常人所能写出？他失态的样子引起了阅卷组长的注意，组长走过来，一脸奇怪的问道：张老师，你这是做什么？不就是一篇学生考场作文，你用得着这样吗？组长，您自己看吧。组长接过试卷，一脸疑惑，心里嘀咕着：张老师今天怎么大惊小怪的？当他将目光投向试卷时，没一会儿就脸色大变。老当益壮，宁以白鼠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是文曲星下凡了。阅卷组长是一名省级高级教师，看了一辈子书，也教了一辈子书，早已是桃李满天下。如今他却深感无力。真不敢想象，这是一个只有10几岁的年轻人写出来的文章。就算他80岁写出这种文章，那这辈子也不算白活。意外穿越高考作文现场，你随手写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却让2位经验丰富的阅卷老师足足呆滞了数十分钟，颤颤巍巍的手不知该如何打分。这一奇观吸引了周围不少阅卷老师的注意，众人纷纷围过来欣赏起了这篇神作。老当益壮，宁以白鼠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时，阅卷室的大门被打开，京都大学文学系的严教授走了进来。作为这次高考阅卷组的领军人物，他皱着眉头看向房间里的人：都不去阅卷，聚在这里干嘛？吵吵闹闹的，跟菜市场一样。一时间，大家都没说话。阅卷组长则是默默地将试卷递给严教授。严教授一脸疑惑地看向试卷：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是，桑榆非晚。他表情一致，只感觉头皮发麻，这正是灵魂深处对佳作的共鸣。一旁的阅卷老师见严教授这副神情，赶忙问道：教授，您没事吧？这篇文章辞藻华丽，对仗工整，且字字珠玑，句句生辉，章章华彩，一气呵成。从今以后，怕是天下名楼高阁，滕王阁独为第一了。那这个该给多少分？女老师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但毕竟组长和教授在这，她也不敢自作主张。要不给59分？他这全篇不计标点是773个字，扣个1分意思意思。给满分吧，没必要扣那1分。这种文章只要能写出来，就有满分的资格。众人见状也是点头表示认同。严教授则看着这篇文章，眼睛都舍不得挪开。这等才华，100年难得一个。接下来，这个考生势必要引起名校招生办的抢人之战。想到这，他便急匆匆地离开了。他得先给母校打个电话通知一下，晚了人就要被抢走了。而你此时正在家里接受你爸的严刑拷问，这阵子你的日子不好过，因为借钱的事，你在家里根本没有人权，但也只能咬着牙忍着。突然，你爸的电话响了，他皱着眉看了看，是个陌生号码，想都不想就直接挂断了。肯定是诈骗电话，幸亏村里最近经常搞反诈宣传。话还没说完，电话就再次响起。爸，要不你接吧，可能找你有事呢。你算着时间，差不多该出成绩了。那很有可能，此时打电话到你父亲手机上的是各大高校的招生办，那可是你未来的财路。闭嘴，你懂什么？村长说了，不要接陌生人电话，更不要接外地电话。你爸认死理，你也无语了。在一旁的苏梅见状解围道：叔叔，要不我帮您接吧，我相信他们骗不了我的。苏梅是你二姐的闺蜜，和你二姐一起从魔都回来，这次你二姐就是跟她借了钱填你的债务。这几天你念叨着要当状元的话被她听到，还被嘲笑了一番。就在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你爸想了想，将手机递给苏梅。苏梅接过手机说道：您好，请问是哪位？你好，我找刘不达。我是他姐姐，您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我能做主。电话里叽叽咕咕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突然，苏梅神情一滞，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向你，嘴里却下意识的重复道：什么？你是京北大学的招生办老师，你们要找刘不达。刘叔是京北大学的招生办老师，说要找刘不达，镇长和村书记正带他们往这走呢。你说什么？他们要找谁？
说是来找刘不达的，还说让我们不要接华清大学的电话，说他们都是骗子。苏梅耐心地把刚刚电话里的事情重复了一遍。听到这，围在旁边的一家人，包括你的表哥，瞬间感觉鸡皮疙瘩起了一身。而你则是站起身来，骄傲地抬起了低下20多天的头颅。你妈更是激动地流下泪水。她虽然只是一个农村妇女，但她也知道，如果不是高考成绩顶天的好，是不会有学校专门派人来这个小农村来找她儿子的。你爸此时整个手臂都在颤抖，满脸激动地看向你。之前没让你估分，是因为对你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想让你子承父业，跟着他一起种地。不过这下不行了，华夏第一的京北大学都打来电话，还亲自派人跑一趟，肯定有好消息。与此同时，镇长和村支书带着京北招生办的一行人也来到你家门口。村长连忙给身边一身西服的人做介绍，这2位就是刘不达的父亲和母亲，这小子就是刘不达。你好，我就是刘不达。你主动点头向对方问候，顺便自我介绍。来人也很亲切的回应。你好，刘同学，我是京北大学招生办主任李秋义。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心仪的大学？当然有，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特别向往京北大学，向往未名湖的风光。京北大学是督促我学习的动力。你的话让一家人一脸懵逼，谁都知道你高中时期已经差不多彻底摆烂，哪有一点向往京北大学的样子？是吗？那太好了，我们代表京北大学过来，也是想看看各地的好苗子。我看刘同学你就不错嘛，怎么样？要不我提前录取你？招生办主任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其实他早在得知你的时候就懵了，全科满分，这可是华夏建国以来蝎子卡般独一份，以往最好的成绩也不过是720分左右。当京都大学校领导接到严教授的电话后，就马上留意你，在得知你的成绩后，立刻调集精兵强将，由李主任带队，乘坐校友的私人飞机，第一时间出现在了你的面前。华清的人估计还在吃飞机尾气吧，可你此时却眉头微皱。我不太想上大学了，我们家欠了很多钱，我想种地。什么？不想上学？你们家欠了多少钱？咱们学校是有奖学金的，奖学金够的。你爸在一旁急得要死，生怕你把这京北招生办的主任给气走了。欠了好多，就算是不种地，我也得打工挣钱。你露出一副失落无奈的样子。一旁的镇长和村支书也是急了。村支书知道你家被追债的事情，但这可是京北大学，他们村出去的学生能考上京北大学，这可是莫大的政绩。刘不达，钱的事你不用担心，你去上学，咱们镇支持你5万元的奖学金。一旁京北大学的李主任也是急了。咱们大学也有奖学金，4年大学免学费，4年全额奖学金，学校替你申请国家补贴，每年不少于20万。20万！此话一出，你爸脑瓜子嗡嗡炸响，这辈子他都没见过20万长什么样，整个人一恍惚，双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老刘家出了个光宗耀祖的状元郎，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刚才也说了，我喜欢京北大学是因为京北大学的文化底蕴和素质教育，还有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不竭余力。既然不用为生计学费考虑的话，我很乐意进入京北大学就读。确定意向之后就简单了，众人又寒暄了一会儿，李主任便心满意足地带着签有你名字的录取意向书离开。送走李主任后，镇长走到你父亲面前说道：老刘啊，你可是生了一个好儿子，不光你们老刘家光宗耀祖，咱们镇也是与有荣焉。你放心，孩子被骗钱这事我们回去就落实，一定给你一个说法。高考阅卷当天，你的一篇滕王阁叙镇听整个阅卷组一句：关山难越，水北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引得各大高校招生办登门拜访，只为争抢你这个100年难出的绝世天才。可就在不久前，你却还是一个身背数十万高利贷的高3学渣。你母亲为了帮你还债，每天往返6公里，徒步去小饭馆替人刷盘子。可如今不但镇长亲自前来发放奖学金，甚至还承诺高利贷的事情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此时你爸也有些哽咽，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竟然被全镇一手遮天的大人物关心。谢谢镇长，谢谢书记。镇长对着你爸点点头笑了笑，随后便转身离开。村支书走前还看着这破败的院落感叹道：老刘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狗窝里飞出条真龙，以后可就不一样了。这破屋说不定也要变成状元故居。回到家后，一家人都沉浸在你被京北大学录取的喜悦中，你却独自坐在院子里，用脑海中的度娘看着新闻。忽然，一道温婉甜腻的声音在你身旁响起：想什么呢？你转过头看到苏梅的身影，淡淡的回复道：没什么，就是发呆。随后，苏梅走到你身旁坐下。在魔都的时候，总是听你二姐提起你。最开始的时候，她说你是她的骄傲，说她的弟弟不但读书厉害，人长得还帅，还能帮家里干活，是世界上最好的弟弟。但是从前年开始，就再也没听她提起过你，只是偶尔会听到她骂你那么几句。你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面对苏梅的提问，回忆着脑海里的记忆，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你因为要买礼物给夏灵烟，天天管你二姐要钱，不是说没钱吃饭，就是说要交书本费，把你二姐烦的后来不接电话不回信息。我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从无可救药过，然心不死则道不生，人的末路就是神的开端。你一脸深沉淡淡的语气，仿佛看透了人世间的喜怒悲欢。苏梅翻了翻白眼，转过头，油嘴滑舌，一句正经话都没有。我妈为了替我还高利贷，去小饭馆替人刷盘子，为了省2块钱，每天往返6公里都要徒步，最后一天到手只有50块，她还把这仅有的50块钱都给了我，就怕我受委屈。说到这，你低下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就想让老妈过上好日子，仅此而已。听完你的话，苏梅也仿佛被勾起了回忆，两人都没再说话。第二天一早，你吃完早饭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你好，请问是刘不达同学吗？没错，你是哪位？有什么事吗？你好，我是华清大学招生办的，我们是……不好意思，我已经和京北大学签完协议，决定要去京北大学了。电话那边沉默了3秒钟，随即说道：“刘同学，先不要这么早做决定，一定好好考虑一下。这样，我今天晚上就到，我们面谈。京北大学答应你的所有条件，我们华清一样能做到。华清所有专业任你选，一定要在家等我呀。”话刚说完，电话就挂断了。电话刚挂断没多久，就有一辆车停在了你家门口，一个身材臃肿的男人下了车，看到你们几人，顿时眼睛一亮。你好，我是远威公司的经理，我姓王。前段时间和您家里发生了一些误会，这次来也是为了解决这个误会。您看现在方便吗？远威公司不正是之前给你贷款的高利贷公司吗？贷款都已经还清了，你这是来干嘛？一番交谈后，你了解了对方的来意，他们是来退回你的贷款资金的。估计是昨天被京北大学录取的事，导致县领导跟远威公司的人通了气，这才有了今天赔礼道歉这一出。王经理拿过一个袋子递给你。小兄弟，这是我们公司给你退还的现金，你清点一下，一共是104700元整。这钱我不能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做了错事就要承担后果。小兄弟，你误会了，这钱是我们一企业的身份对咱们莘莘学子的赞助，你可不能拒绝我们民营企业为祖国花朵奉献的一片赤诚之心啊！你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装钱的袋子。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客气。我这边公司还有事，小兄弟你先忙，等办酒席了别忘了给我打个电话，让我也沾沾喜气。说着递给你一张名片，你也笑着说：“一定一定。”等人走后，你随手就把名片给扔了。傍晚时分，华清大学的人也到了，镇长和村书记都跟着再次到场，他们都一脸无奈，实在是没想到你这么受欢迎。前脚京北大学刚走，后脚华清大学就到了。然而当周正元见到你之后，一番简单的沟通，这才发现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你此时是铁了心要去京北大学，而且京北大学仿佛安插了那天一样。这边周正元进你家没多久，那边京北大学的电话就打到了你手机上，最后是周正元接的电话。老周啊，你这么干可就不地道了。老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刘不达的档案还没转到你们京北呢。两个高校招生办的负责人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也相互认识。于是所有人看着两个高校招生负责人仿佛泼妇骂街般的争吵了半天，最终周正元所代表的华清大学还是败下阵来。周正元不甘地挂断电话，这才发现在场众人都用怪异的目光看着他，他尴尬地轻咳2声，把手机递还给你。刘同学，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非常感谢你的邀请，我感到十分荣幸。但是我昨天已经承诺京北大学了，实在分身乏术，没办法再接受您的邀请。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之后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如果你改变了想法，华清大学随时为你敞开大门。最终，这场别开生面的挖人以华清不甘的离去而结束。隔天清晨，天刚微微亮，你家门外就传来敲锣打鼓的声。谁家有喜事了？那也不至于这么早吧？最近没听说谁家有结亲的喜事啊？刘不达在吗？你父母一脸呆滞，这时出来看热闹的苏梅率先反应过来。叔叔阿姨，是不是高考成绩下来了呀？对呀，今天正好是高考出成绩的日子。那还等什么？赶快把小达叫进来。你母亲压抑着内心的激动，连忙往屋里走去。你爸也是兴奋的大声回应：在呢。高考放榜当日，你以一篇《滕王阁序》获得作文满分。你笔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使得滕王阁一时间名声大噪，至此天下名楼高阁，滕王阁独为第一。与此同时，在锣鼓喧天声中，你被老妈强制开机，一帮乡亲们将你团团围住，你还处于蒙圈状态。村支书却是一脸喜气，走上来激动地说：“恭喜你，刘不达同学，你是今年全国理科状元，全科满分750分，创造了华夏国高考的奇迹。这是京北大学的第一份录取通知书，请你正式接收。”感谢村书记，辛苦乡亲们了。你连忙接过录取通知书，转身交给站在身后的母亲。你妈视若珍宝的接过去，感觉怎么看都看不够。镇长等人也走上前来贺喜，整个村子都知道他们村里出了一个状元郎。热闹的氛围持续了好久才被平息，但今天的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就是省电视台的采访。你好，刘不达同学，我是刘诗意。首先恭喜你以全科满分750分的高考成绩被京北大学录取。我想请问一下，你对打破了高考成绩记录，成为华夏国高考第一人有什么感想吗？就是还行吧，我相信虽然前无古人，但肯定后有来者，记录就是用来打破的，我只是运气好点罢了。你这话把刘诗意给整无语了。如果运气好就能拿满分，那全国这么多人这么多届高考，难道就没有一个比你运气好的吗？不过作为专业主持人，刘诗意还是接着问道：“看来刘同学有些谦虚了，不知道刘同学可不可以在镜头前分享一下你的学习方法给学弟学妹们？”努力学习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过我不太建议大家跟我学习，我的方法可能不太适用于别人。我考750分是因为卷面只有750分，而不是我只能考750分。刘诗意此刻只想快速结束这次访问，简直没法聊下去。他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刘同学真是幽默，
不过这种放松的心态也是成功路上必不可少的。可以请问一下刘同学平时是如何调节紧张的学习节奏和心理状态的吗？这一题问倒是把你问住了。仔细的思考了一会儿，回答道：只能说把握好学习和休息之间的节奏，劳逸结合，才能发挥大脑最大的功效。刘诗意眼神一亮，心里想到，这小子总算正经的回答问题了。那刘同学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息时间是如何调配的吗？当然没问题，不过我的作息时间可能比较辛苦，不太建议大家都跟我学。就比如说我每天总睡8个小时，如果学习任务比较重的话，甚至还会放弃宵夜时间去做一些默写之类的事情。你这边还在继续说，刘诗意却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你，他已经可以想象到，等这个采访正式传到网上，你将收到多么可怕的冲击。实在太气人了，别的考生恨不得把睡觉时间掰成2半用，你却能安安稳稳的睡8个小时，还能考出这种成绩。对任何考生来说，这都是会让他们道心崩溃的打击。想到这，刘诗意决定转移话题。刘同学，你觉得今年的高考试题难度怎么样？和平时的模拟题在难度上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我没怎么参加过模拟考，所以不太清楚模拟考的难度。不过今年的高考试题难度还好，都挺简单的，没有什么太为难人的难点。刘诗意觉得采访不下去了，你这小子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其实你跟他说的全都是实话。重生之前，你天天当舔狗，荒废了学业，每天晚上睡前都要读一遍从地摊买来的恋爱语录，然后摘抄一些土味情话发给夏林嫣。而高考题目确实很简单，自从你有了度娘这个外挂后，高考这点难度根本不够看。整个拜访过程不足半个小时，刘诗意便将录好的视频发给了负责剪辑的同事。整整1天，你就在各种领导之间盘桓。省政府领导带来了10万奖学金，市政府领导带来了8万奖学金，县政府领导带来了5万奖学金，林林总总一共26万元现金，整整齐齐的摆在你家的桌子上，你爸妈老两口看的眼睛都直了。你也很满意，重生至今开局完美。不过其他应届高考生就不满意了。当你还沉浸在各种奖金和夸赞中时，你的采访视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整个网络，留言都是各种酸味横行。曾经我也只差3分就考上了211，最后无奈选择了只需要208分的挖掘机指向。如果我能考满分，估计我祖宗都得从祖坟爬出来给我磕一个吧。好想看看他的作文，作文怎么可能会有满分这个分数？最后这条回复被网友置顶。由于高考判分已经结束，高考语文组也在各级领导的批示之下，放出了你的高考作文，一篇不足800字的文章跃然于屏幕之上。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寻休假，胜有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关山难越，水北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高考语文组组长也单独发了一个视频，对这篇文章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此篇滕王阁序一出，华夏未来再无序章，以后再有人题词作序，恐怕也就只敢提个名而已。但凡多写一个字，都会被拿出来和滕王阁序做对比，然后无情鞭尸。刘诗意此时却是一脸怨气。本来采访视频传回台里后，他就可以休息，然而不到2个小时，台里大领导火速下达命令，要求再次采访，同时强调这次一定要把这个少年所有的秘密都挖出来。刘诗意无奈，只好带着助理摄影师找到你开启了直播。你好，诗意姐，各位网友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刘同学，你给了我和广大的网友们太多的惊喜。刚刚我也是浅读了一遍你的高考作文《滕王阁序》，我想替网友和我自己问一下，你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完成这样一篇巨著，灵感是来自于哪呢？这个嘛，其实之所以写滕王阁，是因为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出去旅游就是去的滕王阁，那是在我姐姐出嫁的时候。能写出滕王阁序，也是那次旅游留下的文化积累和继续了解滕王阁历史的兴趣。刘诗意瞪大双眼，不敢置信地看着你。没想到滕王阁序的创作背景这么简单，如果他当初没去姐姐的婚礼，那这个世界上岂不是要少了一篇巨著？刘诗意笑了笑，继续问道：原来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么有趣的故事。那么刘同学，为什么这篇文章要起一个序的名字呢，而不是直接叫滕王阁？你以一篇滕王阁序带火一座城，看到你笔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时间竟让空旷已久的滕王阁变成旅游胜地。面对采访时，当主持人问到为什么这篇文章要起一个序的名字，而不是直接叫滕王阁，你笑着回答道：其实考试的时候，作文标题本来是叫滕王阁，但是写着写着发现试卷有点不太够用，而且高考规定作文800字，所以没办法，只能断章了，这才把名字改成了滕王阁序。这个回答简直就是离了大谱，连你自己都不信，但奈何借口实在太完美，根本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刘诗意眼睛一亮，继续说道：那你会在后面的日子里补齐滕王阁吗？那倒不会，我都要上大学了，怎么可能还去管高中的东西？你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想到，就算王勃他老人家在世，怕是都不能再续写出这么精彩的文章了吧？不续写了吗？
不光是刘诗意懵了，直播间的观众也都懵了，所有人都对此深表遗憾。我看到直播间有很多网友说，滕王阁序中有很多和你的年龄经历有所出入的文字词语，这个您能替网友们解惑吗？当然可以，这是因为我带入的是初唐时期的滕王阁视角，以那个时期历史人文的角度去描述它的秀丽神奇，所以以现代人的视角看，可能会有一些违和感。通过你这篇文章，现在很多网友都想去滕王阁打卡，所以我想替网友们问，滕王阁真的有你笔下写的这么好吗？面对刘诗意给你抛出的这个难题，你也陷入了尴尬。说有吧，滕王阁那地方去一个坑一个；说没有吧，那你这滕王阁序是怎么写出来的？思索片刻，你无奈的双手一摊。好吧，你赢了。我现在也觉得滕王阁有点配不上滕王阁序。在一片和谐声中，整个直播效果非常好，尤其是当事人玩起自己的梗。然而人红是非多，很快第一个吐槽你的人出现了。大家好，我叫贾真真。对于不久前爆火的滕王阁序，我觉得其实写得很一般。这种古言诗的文体早应该扔到废品焚烧厂回炉重造了。只有现代诗才是文字最美的载体。接下来我赋诗一首，请品鉴。地上一个坑，坑里面有水，水里还有钉，钉上面有我，尿了一个坑。与此同时，你也关注到了这个叫贾真真的博主。向来对批评来者不拒的你，看着手机中的这首诗，实在没有办法做出任何评价。说是诗吧，这确实有点有辱斯文了。说不是吧，这个叫贾真真的人头顶上还挂着一大堆作协作家的名号。想了一下，你直接发出一条评论：写诗作词，你可以写得冷门，但不能邪门；你可以写得接地气，但是不能接地府。刚回复不一会儿，苏梅便闯进你的屋子，火急火燎地询问道：刘不达，你回复那个贾真真了吗？他这明显是想蹭你热度。怎么了？不回复他，难道让他继续在网络上狗叫吗？这点小伎俩，你自然一眼就能看透。只不过在你看来，这个贾真真不足为惧。如果他真的能写出《洛神赋》那种文章，说不定还能跟你掰掰腕子。但以他这首诗的水平来说，小学生都能吊打他。那你也不能这么快就跟他打对象啊！而且他父亲是一个特别厉害的顶级作家，你这样做会招惹他们整个圈子，到时候和你作对的就不是他一个人了。想捧他父亲臭脚的，从他家能排到樱花国。互联网时代已经是过去式，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不用我出手，网友们就能把他喷出翔来。你还是年轻，不懂人情世故。我以前混过娱乐圈，就是因为圈子里有太多肮脏的交易，我才退出来的。如果他背后的圈子想搞你，你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苏梅姐，时代变了，我今天就给你免费上一课，这课的名字就叫知识的力量。就在你的评论发出去没多久，跟帖的人数已经达到上千条。一开始大家都在吐槽贾真真，虽然这个世界文化断层，但大多数人还是有审美的。拿贾真真这首诗和滕王阁序比，都是在侮辱滕王阁序。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风评渐渐变了，好像商量好一般。部分大博主开始从各个角度赞美贾真真。贾真真这首诗文字质朴，通俗易懂，是难得的佳作。反观滕王阁序，通篇无立意，无首尾呼应，词藻堆砌，一心卖弄，不敢想象这种水平的诗为什么突然火了。我甚至开始怀疑大众的审美。苏梅也将这篇大 V 发的声援递给你看。你看看，这下捅了马蜂窝了吧？你先别做任何回复，我去想想办法。你一脸淡定，放下手机后说道：你先等会儿，我知道你急，但你先别急，情绪还没到位呢，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此时，一条网友的评论瞬间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如果没有你爸贾刚，你是什么东西？滕王阁序也是你能碰瓷的吗？看到这条评论，你眼睛一亮。你爸是贾刚是吧？貌似上个叫什么刚的也没落下好下场。经过短暂的组织语言，你便开始认真编辑内容。我是刘不达，我的父亲叫刘炳华，是一名农民，我的母亲也是一名农民。很感谢我的父母拼尽一切来培养我，我从不渴求大富大贵，只希望将来我可以用我的知识去改变父母的生活环境。同时我也知道，因为这次考试和这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成绩，会有很多人不喜欢我，会认为凭什么我的10年寒窗苦读就能比得过他们的3代拼搏。我接受所有的批评和不友善，但这并不代表我会去迁就任何人。如果失去自我，那么做人还有什么意义？你将编辑好的内容发出去后，就把手机锁屏不再管了。世界上穷人总是比富人多的，而且你提出这个贫富阶层的话题，你相信绝对不会再有任何人敢去帮贾真真说话。但凡谁敢多说一句，都是站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此时坐在书房里的贾刚头疼极了，他也看过你那篇滕王阁序，只能说写得太好，以至于他认为都没有资格去评价。女大不中留，什么热度都敢去蹭，这下好了，还搭进去一帮忠实追随的后生晚辈，简直愚蠢至极。一番牢骚后，贾刚也是平静下来，毕竟他深耕30多年的圈子早已经根深蒂固。他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会有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帮你说话。